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真没想到，咱哥俩竟然一块儿穿越了。兄弟，这是好事儿啊！就凭老子在大厂干了30年 HR 的绝顶经验，到了这儿必须给他们安排上狂花大饼、空投票、朝九晚九连轴号，日日施压 PUA， 埋头苦干心了了。没错，老子的农业大学化工博士可不是白读的。这开局必须是先配消杀搓火药，挑粪沤土润禾苗，测速筛材，日夜熬，万亩良田出2秒。兄弟，既然来到了这鬼地方，以后咱俩就同甘共苦。我要当同。啊？甘苦，兄弟。林峰，看那马车上的金丝楠木框，看那王少爷身上的蜀锦，这哪是地主，这分明是咱们移动的提款箱啊！体肤率超过30%，面色绯红，典型的心血管疾病高发人群。还有，他骑马的姿势完全不对，重心太高，那匹马已经因为炎热脱水而焦躁不安了。哎呦我操！救我！老爷，断肢扎进少爷腿间经脉，伤势实在凶险。这树枝万万不能贸然拔出，若是贸然拔出，重则小少爷血尽而亡。可眼前酷暑烈日，伤口极易滋生热毒，拖上半天，少爷性命堪翁啊！放屁！我王家3代单传，他要是死了，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少人无能为力啊！救！给我救啊！有意误人啊！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冲撞老夫？王老爷，天不绝你王家呀！那是这庸医才疏学浅。实不相瞒，我大哥乃是隐世多年的神医，扁鹊第78代单传弟子，人称鬼手夺命的林大仙。只要我大哥出手，就算是阎王爷在生死簿头刺穿了打了勾，他也得乖乖把名字给我擦了。神特的鬼手夺命，老子是学农学的。杰克，搞不定这难，咱们今天都要死在这儿。复修的是化工，外科手术我只在解剖青蛙的时候用过，好吗？他真的能救我儿子？如果救活了，老夫赏你们10两白银；如果治死了，我们兄弟俩当场自刎，给少爷陪葬。不仅如此，我们还倒赔你一套祖传的商业企划书。好，让他来治，立刻给我治，快！痛死本少爷啦！老周，你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行，既然要玩命，那就玩大点。清场，除了我兄弟，所有人退后10步。另外，给我找2袋你们这里最烈的酒，1口大锅，1节中空的主管，还有1把杀猪刀，立刻去办。慢1秒，你儿子就等死吧！快按他说的做，快去拿酒！荒唐，简直滑天下之大笑！老夫行医40年，从未听过用酒来洗贯穿伤的。酒液辛辣，入肉如刀绞，你是想把少爷活活痛死吗？那是你们的酒纯度太低，全杂质。我要的不是用来喝的马尿，是用来杀灭蚁凶菌的75%乙醇溶液。老周，火候加大。吹着呢，吹着呢！大厨第1台土法冷凝塔即将点火。老土鳖，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什么叫科技改变命运？大少爷这伤口周围已经开始发紫，泥水混进血液，按你们的土办法，不出2个时辰就会引发败血症。这什么破酒，酸味这么重，度数顶天了不到20度，用来消毒还不如直接往伤口上撒尿。放肆！这可是10文钱1角的好存教。老周，下锅。王老爷，你就这2个疯子来，他们这是在煮酒啊！王大少爷的血都快流干了！你闭嘴！你要是能救，老夫用得着信这2个乞丐？给老夫盯着他俩，若是治不好，立刻乱棍打死。老周，控温。水和酒精的沸点不同，水的沸点是100度，而乙醇的沸点只有78度。在这个温度圈间，酒精会先次化，顺着主管排出，遇到冷水凝结，我们就能得到纯度极高的高浓度酒精。火小点，撤柴火，要出夜了。这气味，美酒变神露，这是什么妖法？什么妖法，土鳖？这叫蓬莱仙露，是我大哥用内力催动3味真火提炼出的9转仙液，专克世间一切邪毒。估摸着有70度以上了，勉强够用。老周，按住王大少爷的腿，准备拔木头，拿火折子把刀粪烤一遍。好嘞。王德发，
王大少爷马上会很痛，但王大少爷只要叫出声，就说明阎王爷还不想收人。疼死我了！爹，杀了我吧，爹！杀人了！用这种烈酒浇伤口，这不是活活往伤口上撒盐吗？王大少爷没命了！庸医，我杀了你！等等，这怎么可能？喵的，疼死老子了！林大夫，不，林神医，少爷的脉象平稳了，血毒没进去。物理杀菌而已，大惊小怪。命保住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王老爷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阎王爷的生死簿，我大哥说擦就擦。现在咱们是不是该谈谈医药费的问题了？两位高人，想要多少银子，尽管开口，我王德发绝不含糊。银子，王德发，你的格局小了。我们兄弟俩不要钱，我们要你名下城东那100亩最烂的盐碱地，外加200个像我们一样快饿死的流民。100亩盐碱地，外加200个流民，你们莫不是饿疯了？那城东的盐碱地连野草都嫌弃，更别提现在是大旱之年，还要老夫白养200张吃饭的嘴。纠正一下，不是白养，这叫 A 轮天使投资，而且你根本不亏。按他说的做，否则下一次你儿子再被木头捅穿，可就没人救了。两位神医救犬子一命，老夫感激不尽。10两白银够你们去城里买大白子讨几房小妾了。但你们要那100亩废地，还要200个流民，这笔买卖，老夫怎么算都觉得透着一股邪门。王老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兄弟不仅能救死扶伤，他还精通农家仙术。那片盐碱地在别人手里是废土，在咱们手里那就是聚宝盆。哼，仙术，老夫种了一辈子地，撒片地土饭白出芽都苦涩无比，你们真当老夫是3岁小孩？所以，咱们签个对赌协议。何谓对赌？简单来说，你出那100亩盐碱地的使用权，再借我们200个流民，并提供他们3个月最低标准的口粮作为启动资金。3个月后秋收之时，我保证那片废地的亩产达到你们上等良田的3倍。大楚良田亩产不过2只，3倍那便是6种，绝无可能。若是我做不到，3个月后我们兄弟俩自愿签下死契，迈入你王家为奴。我兄弟这手起死回生的医术，可是白白归了你们王家，你赚不赚？但若是你们做成了呢？若成了，那100亩地打出来的所有粮食，咱们5-5分成，你什么都不用干，躺着就能收几万斤粮，这就叫双赢。好，老夫就跟你们赌这一局。来人，拿支笔来，立字据，画押。老周，你疯了！我们现在连化肥的原材料都没有，种子也只是劣质的。3个月把盐碱地亩产翻3倍，如果我弄不出合成氨，咱俩真得给这胖子洗一辈子脚。老林，你一个农园全博士，连一块烂地都搞不定。再说了，空手套白狼的核心就是拿着别人的钱和地去试错。咱们现在有了地，有了人，至于化肥原材料怎么来，马上就有200个免费的牛马供我们驱使了。在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只要把剩余价值榨干，就算是石头，我也能让他们给我榨出油来。心率极慢，严重营养不良，指望他们去翻那100亩硬得像砖头的盐碱地，只怕锄头还没挥起来，人先死一半。老林，这就触及到我的专业领域了，你负责技术，我负责管理。今天就让这群古代土著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狼性文化。严重脱水，土地板结，单靠人力翻垦，这是个重体力活。这群心率均在60以下，肌纤维严重萎缩，别说挥锄头，能站起来的不到30%，直接让他们干活，心肺负荷靠在，今晚这片地就是乱葬岗。老林，你懂土壤，懂基因，懂怎么把水变出酒精，但你不懂人。婆婆，都给我站起来！粮食，抢这袋糠，你会被王家的家丁乱棍打死；不抢，我让你们吃饱。想活命，就按我的规矩来。听好了，我是这片地的新东家，这些粮食是3个月的口粮。但我告诉你们，
按照你们平时的吃法，每天1顿稀粥，3个月后你们照样得饿死。从今天起，实行大荒农跟1.0版鸡眼操品合，所有人10人一组，自由结成20个小队，不论男女老幼，规矩只有3条：第一，多劳多得，干满1分地，每人1碗糙米粥，超额干完2分地，加半勺菜叶肉末。今天晚上每人半个大面我。第二，连坐制，1人偷懒，全组口粮减半。全组任务不达标，明天只有1碗清水吊命。第三，末位淘汰制，3个月后收成最差的3个小队立刻滚蛋，继续去官道上当流民，而总分最高的第1小队提拔为管理层，脱离贱籍，每月领足额工钱，吃细粮。咱们10个一组，今天谁要是敢少翻1锄头，老子活剥了他！基础保障剥夺，阶级对立挑动，加上虚无缥缈的阶层跃升并残，互相争抢青壮年组建大饼，这套在现代社会都会被挂在路灯上的招数，放到这群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古代流民身上，简直是降维打击。现在每人上来领半碗底汤，喝完下地。5号小队进度吊底，你旁边那个拿锄头的再磨蹭，你们全组今晚喝西北风。赶紧挖！你想害死老子？二牛，去检查点火！10号那帮仨子快追上咱们了！那半个面包是咱们的。服吗？现代企业的狼性文化核心在于剥削剩余价值的同时，给被剥削者制造出一种我能主宰自己命运的错觉。你连工资都没发，仅仅用他们自己那份口粮作为解场筹码，就激发了300%的效率。放古代，你高低是个暴君。暴君，在这个吃人的年代，我这是在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等秋收了，粮食满仓，他们还得给我磕头立长生牌位。地是翻开了，但这是重度盐碱地。大楚现在的农作物品种，连在普通田地里都活不成，缺氮，极其缺氮，没有电肥，这些土里长不出任何能吃的东西。你那3个月翻3倍产量的对赌协议，用什么来填？你个学化学的，搞不出化肥？搞得出。合成氨的基本公式是氮气加氢气，我需要高温高压催换剂，或者最原始的氮肥，人和牲畜的粪便。但200个人的量，填着70-80亩地杯水车薪，我们需要大量的消土或者大规模的粪源。另外，改良土壤需要大量的脱油石膏或者酸性物质。也就是说，咱们又要去化缘了。老周，不是普通的石头，这是鸟粪石沉积层。这里在1万年前绝对是一片内陆盐湖。所以呢？所以，咱们脚下这片被当成垃圾扔给我们的废土下面，埋着一个天然的高品位磷矿脉，不仅能做化肥，配合硝酸钾和木炭，还能做黑火药。东家，这活真没法干了，里头的味儿能把活人熏死。高浓度氮磷复合料，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发酵，纯度极高。一组动作快点儿！今晚掏出20筐鲜泥，明天早上每人加1个杂面窝头，第1名奖励1勺肉汤。我看这2个要饭的是疯了！王老爷把地借给你们，你们就往地里堆屎尿，这等秽物进了地，3年长不出草。老周，倒料，1号坑石灰加水。水入泥而废，一路翻身了。生物性可以定加上程度的有耗碳释放大量热酸根、草砷、草米分离的钾离子，还有脂中盐分离的极品氮磷，最适合这种重度板结盐碱地的土法复合肥。成了！都闭嘴！这是林仙师在施展地火炼金术，提取万物精气，反哺大地，再干大呼小叫，扰乱阵法。今晚口粮全部扣光。在这个吃人的年代，我们唯一的资本就是脑子的知识。从化肥到种子，一场颠覆大楚王朝的版图，就这样在一片废土上拉开帷幕。
把种子全倒进中间那个装满盐水的大缸里。你个败家子！这么好的粮食你直接扔了，你这是糟蹋王老爷的钱！这叫盐水选种，干瘪的种子没有配入，种下去也是死苗。至于那些浮起来的劣种，洗干净，今晚熬粥，给各小组排名前10的加餐。往盐碱地里倒毒泥，王老爷明日来看，定要打断你们的腿。科学一旦转动，奇迹便有迹可循。这片死寂之地，终将被唤醒。李仙师保佑！李仙师法力无边！见鬼了！真见鬼了！老爷，王老爷，我见鬼了！老林，看到了吗？这就叫产品力。现在就算我让他们去冲锋陷阵，他们也会以为自己能刀枪不入。老周，什么？粮食只能保证他们不饿死，但这个时代的刀把子是不讲理的，真理还得靠这个。要下雨了。飞黄，陆少爷发怒了，众神降灾了！求重神老爷高抬贵手，留王家一条生路。王家愿修庙塑金身。看到了吗？两个要饭的庸医，这就是得罪天尊的下场。老天爷都不让你们活，等那100亩地被吃成白地，赌约作废，你们马上就是王家的狗奴才！我亲自给你们上枷锁。老林，情况不对，这帮古代人彻底吓傻了，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流民的心气散了，队伍带不动了。群居性飞黄后足肌肉纤维极度发达，每100克含蛋白质高达70克，碳水化合物不到10克，完美的优质蛋白源，极其适合重体力劳动后的营养补充。你脑子出问题了！鸡一张嘴马上要吃绝我们，你在这算蛋白质？老周，你的经济学没学好。当某种灾害的树突破预知，它就不再是灾害。他们跪求的虫神，在我眼里，是能让他们扛过下1个月的口粮。通知老黑，传达3条新规矩：第一，所有人停止磕头，站起来；第二，营帐后方有50道深沟，去林子里砍干柴，填满这50道沟；第三，今晚开始收购活蝗虫，1斤虫子换2两糙米，死虫换1两。怎么抓？数量太多，手抓根本抓不完。等他们抓够1斤，疯狂生长的变异麦苗早就没了。不需要手抓，劫持动物门昆虫纲具有极强的趋光性和趋热性。现在是白天，气温极高，它们会啃食绿色植物补充水分。等太阳落山，气温下降，点燃深沟里的干柴，火光和热量会把这方圆10里的虫子全部引过去。深沟底部我铺了黑火药和硫磺，这群虫子1怕高温，2怕二氧化铀氧气。今晚，什么叫做物理触度神明？东家，5组的量，整整30斤。30斤活虫换6斤糙米，长青了，下一个。
高兴得太早了。昨晚烧死的只是受趋光性影响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白天的气温突了25，蝗虫的绯红不会扑火，它们只扑绿色的植物。100亩麦苗在他们眼里就沙漠里的绿洲，必须用化学药剂强行阻断。烧啊！你们接着烧啊！青天白日，老夫看你们怎么点火！得罪了虫神，你们今日必死无疑。那100亩地，老夫倒要看你们怎么保！全都要被吃光，连根草都不会给你们剩下。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保！老林，这胖子觉得咱们黔驴技惊了。眼界局限，才容易生出无谓的傲慢。老黑，带人过来领装备。这东西叫压水枪，听清规矩。陶罐装满锅里的洪水，背在身上。每人拿一根竹管，抽水、吹杆、喷雾。10人一排，分成5排，站在麦田边缘，谁敢退后一步，这辈子的口粮直接清零。当自然暴怒达到顶峰，唯有文明的烈火与毒药，才能趟出一条活路。抽，推！这是什么妖法？我的粮，我的钱！老爷，老爷！雷公转世！林仙师，不，雷公爷爷！民心可用，这帮人现在你让他们去冲锋陷阵，他们眼皮都不会眨一下。那是下一步的商业规划。这种土法石榴合剂见效快，但不能长期喷，碱性过强会导致土壤2次板多。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水和轮作系统。拿刀，把他们抓起来，抢神水！他们只有2个人，那些流民不敢动手，给我抢！老林，看到没有？这就是缺乏契约匠的下场。输不起就掀桌子，站起来，拿起你们的竹管。在我的地盘上，没有老天爷，也没有王老爷，谁敢动你们的饭碗，你们就让他死。他们要神水，那就给他们，顺便测一测昨晚刚提寸的配比。物理学是可以谈谈神水配方的授权奖代理方式。滚回去告诉你们老爷，明天带着地契和银票来提货。480公斤，换算大暑当粮，这最后1亩地的产量是10吨2支，总产量10万斤。大储上等良田，风调雨润的年份顶电量。这片用来埋死人的盐碱地，在旱灾和蝗灾的夹击下，打出了10斗的产量，翻了5倍。按照农垦 1.0 版绩效考口最终结算，55分账后留下5万斤，扣除3个月的口粮损耗，排名前3的组，每人可分得细粮100斤，粗粮50斤。末位淘汰取消，所有人脱离流民身份，正式成为我黑山农垦重工的挂牌成功。谁给你们的胆子分我的粮？王老爷，按照契约，今天交割，属于你的那一半5万斤就在那边，我们自己装车，算是赠送的物流服务。会造神雷，会造神水，还能让废地长金子，全都是我的。物流，老夫听不懂你们的疯话。契约，这片地契上写的是我王某人的名字，你们种地的种子是我出的，这些人是我拨给你们的，所以这100亩地里长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不，这是我们拿命种出来的，说好了一半分给我们东家。贱命一条，也敢跟老爷我谈分账？把那10万斤粮食全部装车运走，这2人打断腿带回地窖锁起来。至于这群吃白饭的废物，全宰了，丢进荒沟里喂野狗。这个王八犊，神不知鬼不觉！都站住，不许往前！老林，一会儿随我上前调停。我不信神，但我信仰真理。最忌讳不讲信用。商业社会，当你撕毁合同的那一刻，我们就进入了并购清算流程。2个穷酸也敢口出狂言，给我剁了他们！火药燃烧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空间内压力剧增，遵循气体状态定律。老黑，带10个人过来拿管子，口子对准他们的人。第一发，校准弹道。老林，收手。打坏了这些优质劳动力，以后谁给咱们拉车？咱们是正经商人，买卖人，要守法。鬼怪器械，你们私造异物，扰乱乡里安宁！我即刻前往县衙禀明官府，让官差前来治你们的罪。去县衙多远啊，刘大人？戏看够了，该出来干活了。刘大人，您来的正好，这2个刁民侵吞老夫的田地，还有妖气伤人，快将他们索拿归案。周掌柜，说好的本官只看热闹不插手，你这弄得剑拔弩张，有辱斯文呐。刘大人见谅，若是这群地窝奴乱刀砍下来，咱们那神仙醉的独家生意可就断了，您那3成干股也得跟着的水漂。大人，您别听他胡言乱语，那10万斤粮食是长在王家地里的，对赌契约已经让我撕了，没凭没据，这地就是我的。王老爷，你撕的那份是我自己临摹的草稿，这一份是县衙主簿亲自落档的假字号正本。法盲真可怕，就是我的！篱笆町丢出来100的粮食也是我的，大楚我的律法根本没有规定多出的粮食归你们。这帮冤无赖要打我退战！想用封建律法对付我，在现代合同条款面前，他们只是待宰的羔羊。大楚律法确实没规定，但合同规定。附件1补充协议条款第3条。若甲方单方面终止合同或采取手段强占收成，视为根本性违约。违约金计算方式为目标产量之上移出部分的200%。第4条，若甲方无力支付违约金，则以其名下等价权归乙方算。最终100亩地总产10万斤，目标产量2万斤，溢出8万斤。王老爷，你现在是欠我16万斤麦子。哪来的这种荒谬条款？老夫更没见过背面有字。白纸黑字，你的手印就按在下方。大楚律第3卷民约篇，凡2下签押，契约即成。王德发，契约已明，你违约在先，需按约赔付。你们串通一气，你们讹诈！16万斤粮食，按照今年灾荒市价，斗米1两银，折算白银16000两。王老爷今年良田绝收，这笔钱肯定拿不出，只能走抵押流程。王老爷名下城西还有200亩水浇地，城南还有一座3间宅院。主簿大人，估个价吧。200亩水浇地折银8000两，城南宅院折银3000两，合计11000两，还欠5000两。我的地！王老爷别急，这5000两我们发山心，免了。这10万斤粮食，按照之前的对赌，咱们1人1半。那5万斤，算是给你留个棺材本。你们！老爷，没气了！情绪变动引发心源炎猝死，符合病理特征，抗压能力太差。老黑，把王家人赶出去，清点这批粮食入库。公家有令，来人！周掌柜，好手段啊！本官替你摆平了王家，这干股的份额是不是该往上提一提？大人想要多少？本官保你们平安。这10万斤粮食，连同以后神仙醉的收益，本官要5成。大人，
粮食是用来活命的，利润是用来做生意的。我们能酿酒，能种地，还能造这个。您拿走5成，我们吃不饱。人要吃不饱，手就会抖，手一抖，这东西掉进大人的卧房或者知府大人的公堂，那就不体面了。周掌柜，你这兄弟脾气不小啊！技术人员不懂破规矩，3成规矩，等我保证。这贪官留不得，暂时需要他的矿脉皮成文面。我们现有的火药储备没500斤，加上王家刚抵押给我们的城西铁匠铺，看来咱们的黑山重工要正式拉开产能了。没劲儿了，出人命了！你们逼死了我家老爷！债务人要是死了，后续资产过户的签字画押会极其麻烦。心源性休克，时差还没死透。你干什么？你连尸体都不放过！朋友，活了！王德，商业规矩，欠债还钱。你的命现在3分属于债权人，我不让你死，阎王爷的勾魂锁也套不走你。把城西铁匠铺、城南大院，还有你那3000亩水浇地的地契全部交出来。东家，王家所有女眷家丁已全数遣散，城西铁匠铺4名老铁匠连同火炉具已搬迁至后院，3000亩水浇地的田契账册全部核对无误。老林，搭把手。老黑，传话下去。从今天起，这里没有地主，没有流民，只有大荒集团的正式员工。只要听指挥，有命拼，我保你们在这灾年里有肉吃，有衣穿，有刀拿。愿为东家效死！把我们集团的第1位债人上带上来。王德发，经过资产核算，扣除抵押部，你个人名下的负债正好清理。但这3个月你在我这吃了药，占了医疗资源，这笔账得用劳动力偿还。拿了我的田，拿了我的宅子，你还想怎么样？安排你上岗就业。根据大荒集团人事部评估，你没有任何专业技术技能，不具备管理能力，且有严重的心血管基础员工。意思就是你现在是我名下 P1 最底层的建议。你的岗位被分配在生态循环部。何谓生态循环？挑大粪。生铁管的强度极限太低，无法承载更高当量的发射药，必须改用生铁铸造的实心圆球，内部掏空填装火药与碎铁屑。老周，3000亩水浇地全部种上高产冬小麦，明年的粮食产量会达到极其恐怖的量级。单纯的石榴混迹和主管水枪守不住这么大的财富。调配好的助燃物料还剩多少？山中第1批矿料已经用尽，现有存量600斤。我需要大量熟铁制作防护铜底座。铁匠手工锻凿标准不参差齐，必须搭建规范加工流水线，必须立出规矩。若是不拿出足够强硬的底线，这3000亩良田只会引来各方贪求之人。东家，城东粮仓被围了，是黑风寨的马匪。他怎么知道狗官留有粮仓？兄弟们亲眼看到主簿带着马主被进了城东地带，那狗官贪得无厌，3成谷他不满足，他把咱们卖给了黑风寨，要分这10万斤粮食。老周，热武器实战数据严重不足，测试靶材已经送上门了。哼！通知全体保安队，带上所有的喷火管，走，咱们去给这帮土著上一堂跨越1000年的火力覆盖。烈火轰鸣，满地焦土。这场巷尾打击，让土著见识了真正的力量。刘大人，黑风寨的悬赏，加上这些马匹兵器，折算下来，县衙今年剿匪的政绩超标了。3成干果，拿得烫手吗？周掌柜，本官是被蒙蔽的，是母部私通马匪。杀主簿，安民心，出安民办文，给大荒集团发官方垦荒许可。今天天黑前办妥，办不妥，
黑风寨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3000亩水浇地全部复垦，黑山矿脉需要开挖3个新矿口，军工区4座高炉需要12时辰不间断运转，还有周边防洪沟渠的修缮。老周，我们现有的200个员工，哪怕把他们当牲口用，也远远填不满这个劳动力缺口。缺多少？最少1万人。重体力劳动损耗极大，加上大旱还没过去，流民体质极差，必须要用人口数量填补效率的低下。东家，1万人，这怎么可能？城外那些流民饿疯了，弄1万人进来，咱们这10万斤粮食半个月就会被吃空。他们要是哗变，咱们拦不住。拦不住是因为没有利益捆绑。谁说我要白养他们了？老黑，你们这200人，从今天起全部提拔为大荒集团的人事专员。东家，何为人事专员？就是去外面给我摇人。大旱导致周边3个官市有10几万流民到处流钻，这些人就是免费的印钞机。我现在颁布大荒集团第1版拼团拉新列定法：第一，全员停止干粗活。你们现在的唯一任务是回你们各自的同乡亲戚难民营里拉人来大荒集团报到。拉来一个成年劳力，当天给你额外奖励1碗浓粥。拉够3个人，每天奖励你半个杂面馍。拉够10个人，你不用再下地，脱产成为底层监督。拉够50个人，你直接晋升大荒集团 P4级管理岗，每月领2两碎银。更重要的是，年底集团营收分红，我给拉新排名前10的人发1/1000的亏权。东家，真给银子？那帮被拉来的人吃什么？被拉来的人称为新用户。新用户入职前3天，每天发1碗加了交发稠奏的虫石山粉末的掺杂沙土的陈年粗粮，只要饿不死就行。3天后，他们要么下地去给我挖矿翻土，拿每天1碗粥的死工资，要么跟你们一样去拉更多的新用户。典型的传销裂变模型，极度压榨新增人口的人口红利，用最底层的人头数供养中高层的利益。想活命吗？我东家大荒集团周伯有10万斤粮，现在招人去了，每天有肉糊糊喝，但我不拉废物，谁跟我走？这饼子现在就能咬一口。我跟你走，让我干什么都行。表哥，这算我的一个名额。管饭，那我能把我爹和我媳妇儿喊上吗？去，能走得动路的全给我拉来。只要你拉来3个人，到了城东，老子赏你半个馍。城东大荒集团发粮了，10个人只要能喘气儿就给糊糊，拉3个人还多给面膜。兄弟，听说过大荒集团砍一刀吗？来算我名下，包你喝成。老林，互联网速度。截止到今早卯时，在册登记的活口23000人。你的游戏玩脱了，23000人，每天光是维持最低热量消耗的肉糊糊，就要消耗4000斤粮食。我们打下的10万斤粮，加上捕虫队日夜不停抓来的干蝗虫，最多还能支撑12天。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火器储备
就算一人一管，也挡不住5000正规军的军阵推进。要么带着仅存的粮食逃入深山，要么12天后被大军踩平，或者被饿疯的2万人反噬撕碎。好，林峰，2万多的日活用户，你见过哪个资本家会放弃这么庞大的流量池？粮食没了，就去抢有粮食的人。朝廷军来了，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传我的话给老黑，这2万人不用筛了，选出1000个不怕死的，把后院那10尊昨天刚铸好的大铁桶子抬出来。花龙土炮，你连后坐力和炸膛率都没测。战争就是最大的压力测试。通知所有 P4以上管理层开会，大荒集团准备迎接第1轮 A 轮融资的血色洗礼。听好，州府调了5000湘军，正在朝这里进发。他们的目的是杀光你们，抢走粮仓里的10万斤麦子。站起来！苦的不能换来粮食，大荒集团不养废人。从今天起，取消混吃等死制，实行全员绩效考核。第一，考勤打卡，卯时3刻上工，排队领取身份木牌，迟到1炷香扣全天口粮，早退者杖责20。第二，开启007战时奋斗模式。什么是007？就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吃睡都在工作岗位上，只要干不死，就给我往死里干！第三，末位淘汰加连坐，10人一组。今天挖不出定额矿石，打不完定额生铁的组，全组没饭吃。排名前10的组，今晚加餐，吃干饼配肉汤。大荒是我家，业绩靠大家。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脖子挂树皮。大荒是我家，大荒是我家，业绩靠大家。快点！3组的铁管已经成型了，咱们1绝对不能输，输了没肉吃。别睡，快起来！东家，大牛不是偷懒，他真干不定了。东家，我没睡，我还能打。东家，大牛不是偷懒，他真干不动了。停下，老黑，去库房取半只风干烧鸡，再拿1朵大红绸花。大牛，连续在岗36个时辰，打造生铁枪管40根，0次频率。大荒集团的福报就是留给你们这种愿意拼命的人。从今天起，大牛晋升大荒重工车间主任，赏细粮100斤。他是咱们大荒集团本月的劳动模范。士为知己者死，东家。这铁锤今天必须在我手里抡冒烟，谁劝我休息，我劈了谁！都滚开！那个炉子是我的，我要加班。老子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得把这管子撬出来！谁也别拦我拿小管！剥削剩余价值被你玩出邪教的氛围了。你的人最多还能撑2天，撑过2天就行。你的数据呢？
钱塘滑膛土炮30尊，完成。触发式火绳枪800杆，生铁实心弹1000枚，黑煤药存量2000斤，外加在火城河外挖出的3道品字形交通口。只要对面排着密集的阵营冲锋，5000人，我能让他们在500步外就出现3成以上的战损。主簿，朝廷的大军过了黄木桥，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先锋营800骑兵就要到眼皮底下了。老黑，点1000个拿过红花的员工，叫上咱们的 A 轮投资人，走，去大门口开路演大会，给这些土包子看看咱们大荒集团的肌肉。500步，300步，进入滑膛炮最佳射程。开火！击排上前，瞄准，放！大人，你看我这安保团队的业务能力，能拿到 A 级绩效吗？妖术，一群流民哪来的这等妖气？将军息怒，那不是妖术，是极厉害的火辟。那周勃有点道行，聚拢2万人，手里捏着10万斤粮，这可是天大的买卖。哼，大买卖，本将800先锋被当众屠戮。将军，硬碰硬会死人的，对付泥腿子何须真刀真枪，断他的后路。4家联名发帖，封死周边3县所有的生铁盐巴通路，同时市面粮价今晚拉高10倍。这是为何？2万人每天消耗的粮盐是天量，不给铁修不了妖气，不给盐重体力活不出3天就会虚脱。粮价拉到天上，让那2万人知道外面1粒米都买不到。恐慌一漫，10万粮食够他们互啃了，不出10日，那姓周的必死。那块风水宝地和2万贱奴全是咱们的。没盐了，东家，连续5天断盐，兄弟们流汗多，手脚抽筋，路都走不稳。外头粗盐全被买断，1斤卖2两银子。生铁也断了，铁矿被官兵接管，没铁铸枪。外面粮价涨了10倍，刘明公传谣言说得罪豪强马上断粮，今早有3个小组出现逃亡现象。封锁供应链，拉高通胀，引爆内部挤兑。4大粮商比王德发那土塞账强点，那是你不懂市场。老林，黑山矿脉除了鸟粪石和硫磺，有没有盐？黑山背阳面有废弃盐碱石，含氯酸钠。大暑土法去不掉打出车穴脱了毒提纯，但我能用柴火够，1天2吨精致雪盐。鸟粪石10层半升褐铁矿，高温加木炭鼓风，炼铁没问题。从今天起，薪资结构调整，停发糊糊。脱水、电解质紊乱、基础代谢崩溃。医学角度讲，人不吃盐5天是极限。2万人的盐巴缺口，你一套狼性文化补不上。东家，不发糊糊，发什么？兄弟们要造反啊！发工资按小组结算，每天发现钱，干活越多发钱越多。通知全员，大荒集团内部福利供销社正式挂牌，立场1万进账，来不及缠上价，1斤血盐只卖10文钱，1斗米维持1两银子原价。
东家，这价差，兄弟们有了钱在内部买，不仅饿不死，外面买不起高价粮的人会发疯要挟咱们大荒集团。我要的就是他们发疯。四大粮商不是喜欢拉高物价收割韭菜吗？那我就在他们的基本盘里插一根定向爆破的雷。明天天亮，我要看到2万名拿工资的员工对大楚商业体系发动反绞杀。赵长的杀招不止于此，他花重金请了江湖暗杀组织血杀楼，今夜子时，刺客入营，取你我首级。好啊，既然不按商业规律办事，那就在地狱里走一走。